好，来看看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合金弹头5啊，也是挺长时间没给大伙儿做这个核武了啊。这个合金弹头5呢，它的这个说句实在话啊，因为正版的话呢，因为它剧情上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未完成啊，我个人感觉到有点缺陷啊，对吧？但是呢，这个由于出了很多优秀的改版，所以说还是比较好。那这一版呢，就是传说中的合金弹头5的魔改版。曾经我也是做过一命解说啊，也做过速通，也做过打分。然后这次呢是打分的新纪录啊，操作者是来自于这个碧蓝，我不会，这个名字起得非常低调啊。就是一般像这种大神，一般起名都是我不会，我玩的不好什么的啊。你像但凡就那种，比如说你像以前小狼起名叫什么啊，我无敌啊，什么无敌真寂寞，但凡这么起名的啊。这个要不然呢，就是绝大多数就是锤子啊，要不然就是绝顶高手，但是绝顶高手呢又比较少，谁能保证自己永远不输呢？是不是啊？好，那咱这次呢玩的是这个魔改版啊，魔改版的话呢，它这个跟原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啊，其实就跟改版一样的啊。那咱们这个改版的话呢，肯定要比正版稍微难那么一点点，但是打 BOSS 呢，其实还差不多。因为正常合金弹头5呢是在街机当中仅次于3代的难度。不过呢，再难吧，因为你要知道啊，咱们要打分，这里面打分跟摊分还不一样。因为你打分的话啊，就是稍微的简单一点。因为你摊分呢，比如说有的地方你必须要用刀，然后把所有的这个物品基本上都要获取了，尤其是人质啊这种，但凡能就是能摊分的。而打分呢，其实跟摊分比的话呢，它其实也差不了多少，但是呢它不严谨啊，它不像说有的人就是500分我要摊啊，就是100分我变成500分我认。而这个由于像这种魔改版这种跟原版不一样啊，咱们背板起来呢还得写方案，所以说基本上啊大家伙儿都选择就是能打分，尽量啊就把那种必摊的分都摊掉，而那种小分啊就不打了啊，大家伙儿能知道我的意思了啊。好，我们看看接下来是这个走这个路啊，走这路线。正常的话，其实这个游戏有挺多路线的，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就是如果你玩合金弹头3的话，路线呢是分支最多，5的话也有几个小分支路线。这不知道你们看不看见这个射速啊？因为咱们自带这个应该算是自带连发，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连发的看起来稍微变态一点。射速呢相当的快啊！好，咱们看这个地方就是用这个炸的话呢，这个坦克呢大概是血量不会消失，然后呢咱们这个分数呢可以200的往上涨，那是可以的啊。然后今天晚上呢是有拳皇2000的组队赛，然后一会儿呢小狼会大伙儿做这个现场直播，但是呢由于那个长时间没播这个格斗游戏啊，所以说现在呢。高手的实力啊，还有这个最新的玩法什么的啊，可能这个小狼也多多少少还要现场了解一下，所以说不喜勿喷啊，大家伙要理解。然后还有关于那个刚才文哥说那个新平台我就蒙圈了啊，因为我没了解，我听那个雪怪说的啊，就是那个月影说的啊，月影说那个新平台，然后说挺好的，我也不太清楚，有机会呢去研究一下啊。好，我们看看。目前为止啊，大家伙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摊分呢啊，一定要知道啊。你看像他这样算不算摊分呢？事实上呢，也算摊分了啊，因为你看咱们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雷一炸的话呢，大概是2000多分。为什么呢？因为这么炸的话，这个虫子呢它是不会死，这个是老 bug 了啊，也不能算 bug， 是老技巧了。而这个魔改版呢，把这个虫子弄得非常多，你看不看见？而且呢，咱们还有这个。对吧？还有这个地图有点微卡，这是屏幕当中的这个应该算是作战单位啊比较多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种状况啊。当然，合金弹头2除外啊，那就是官方自带的那个卡顿效果。而正常的话呢，正常你看它掉下来的时候，如果咱们用刀捅的话呢，是500分的啊。如果是要小手枪的话呢，打中的话，那就分数你懂的啊。但这里面的话呢，咱们看在这里摊这个游戏啊，咱们全程下来的话，大概是40多分钟。所以说，如果说真摊分的话呢，合金弹头5啊有一个非常狠的摊分的地方，就是那个斧王，一个面具的拿斧子的那个斧王可以用来啊高效摊分，但是
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啊？只有一个地图可以那么摊啊，但是呢，一般来讲呢，那是原版啊是这么玩，而这个魔改版的话，可能可玩性比较强啊。好，看看这虫子太多了，我感觉像这种地图设计的，就应该是给谁设计的呢？就是传说中的贝爷啊。如果说是这个贝爷来了之后，你会发现真的是很爽啊，对不对？好，我们看看。这边的话，因为这个合金弹头的时间啊是比较长的，它这个因为咱们通俗来讲，所谓的这个秒，每个游戏都不一样。你比如说啊，像这个合金弹头的秒啊，这1秒钟，比如说28配上27，可能大概要过6秒钟左右的时间吧，啊，反正时间很长啊，我记得是。那如果说是合金弹头的话是比较长，那如果说比如说你像超级玛丽，那就特别快。啊，速度特别的快啊！说是它这个计时间呢，计这个时器啊，并不是咱们想象中的那么计的。好，你可以看到有的时候屏幕当中这个射速非常快，我感觉就是这个连发效果啊，自带连发。我记得当年我玩地下城与勇士的时候，就是传说中的掉线城啊，那个时候呢还得自己下载那个连发工具，尤其是那种玩那种什么漫游啊，或者说是玩那个什么那个剑圣，也就当时叫白手吧啊。反正当时就是拿光剑的那个职业啊，现在叫剑圣吧啊。然后他就，你说你不开连发确实挺累的，一直跟着离鬼，对吧？好，看看，时间呢要很多时候要珍惜嘛，其实不用珍惜的啊。这个地方呢，就是用虫子来摊，到目前为止你看到它已经摊到60多万了。当时我记得我解说官方原版合金弹头5的时候，是利用斧王来摊分，然后也是到达了500多万。而这个魔改版的在虫子里摊的话，也是500多万啊，这个相当的给劲儿啊！我感觉也不能说是怎么样吧，其实这个跟技巧没有关系，因为它魔改版的话还有更多的地方用来摊分，而这边的话。原版的话还是比较严谨的。如果说原版的那个系统，大家伙儿看完之后，你会发现很神奇啊。因为合金弹头3的话，你像合金弹头 X 啊，就是它的那个摊分呢，也有最新记录啊，有时间会给大家伙儿解说的啊。如果比赛没有了之后，比如说明天啊，小狼可能会给大家伙儿解说这个合金弹头叉的这个728万摊分吧啊，应该说是人脑的一个小全新的记录啊。但是日本人创造的记录应该是760多万，它比这个。比咱们更厉害啊！这个当然呢，那已经好几年以前的了。但是咱们国人的最高纪录目前是728万啊，我记得应该是。然后那个合金弹头3的话呢，是异域惊魂打出了1071万啊，不，1171万啊，也是整个这个游戏当中目前为止摊分最高的分数，也是超过了它1143万的分数。但是很可惜啊，在中间一个不小心死了一条命啊，这个就很难受。不过正常来讲，死命的话分数应该是更低，那大伙能理解吧？正常死命的话更低，如果不死命，很可能会多10万分数啊，1800多万，那更爽了啊！好，这个地方呢用刀来砍，蝙蝠呢是给3万，然后这边的小蝙蝠用刀捅的话呢，一刀捅死是500分一个，这个该能理解是理解的啊。好。全程这个小手枪啊，感觉好像不吃那个大型枪的目的是什么？不吃大型枪的目的，很多人是为了说是摊分，其实正常讲还是用刀来捅。你会发现啊，开了连发之后啊，这个你看开了连发之后啊，这个刀捅的就非常过瘾。你看这个面具，如果你捅面具的话呢，就是有这么一个效果啊。为什么说有一个斧王可以用来摊分呢？那个斧王啊，拿着那2把斧子，然后用来它就那么一挡。你拿刀来捅，你会发现捅不死啊，就是可以500分这么捅。然后这里面咱们看看，也是捅了好几下啊。好，这个小兵呢不是无限的，因为刚才那个虫子的话啊，因为时间不够了，咱们才走啊。然后正常的话，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呢，咱们你看兵出到一定程度上啊就没有了啊，这个就。跟大家伙讲解一下，而且呢，这个游戏当中呢还有一定的保底啊，比如说像这个防弹衣的这个设定，因为在这个合金弹头6吧还是7，应该是7，它这个有这个防弹衣的这个人物的这个效果啊，是6，是因为拉尔夫有这个打完之后立马就能立正
啊，就这个死亡这个复活效果。但是呢，这个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特效引进过来。像很多轻版啊，就是由于咱们不能换子弹嘛，你可以存那个子弹的话，也是从其他的版本啊移植过来的。因为街机的功能是比较完善。我操，这个坦克直接往岩浆里跳，我也是服了啊！确实是狠。好，我们看看阳尾蛇。蛇，你说好的，一个蛇才500分啊！我记得就是说，有的时候那个人质那个老头。对吧？你一碰它，它啪就抖一个裤衩子，把裤衩子一抖出来，一发现啊，里面经常会多出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你说多出来一个那个，对吧？那个翔啊，多出一坨翔还能理解。你说抖出来一个蘑菇啊，还有一条鲤鱼啊，就抖出一条鲤鱼，这个才是最神奇的啊！你抖出一个鲤鱼怎么说？对不对？好，我们看看这边呢，第一关看来是摊分的主战场。其实在这个合金弹头合金弹头5原版里面，其实也是第一关啊。那目前为止，它已经摊了100多万，所以说它的游戏时间40多分钟，在第一关就打了10分钟啊！你想想，这个第一关摊分果然是非常狠。来看看，这是超能坦克，我有这个射速。这个超能坦克呢是，你看啊，感觉好像它是有灵魂的感觉，因为它并不是人脑啊，它是 AI 啊，应该可以这么说啊。你看这个，它的表情非常狰狞，而且长了一双丹凤眼，血量非常多。一般来讲呢，很多高手玩原版的时候，愿意一刀入魂，就是把它打成最后一滴血，然后这个跳起来一勾一刀啊，那么个玩法。好，第一关的这个大坦克啊，这个大坦克的话呢，其实好的连续的换枪，然后来增加这个射速。连续换枪来增加射速的话，我们看看现在跳过来，玩的好点可以利用这个 bug， 是不是可以强行的跳到坦克的，就是最顶上，然后这样的话，这个大坦克对于咱们来说就没有什么太高的伤害了啊。好，你看这个打法的话，如果我没有记错，按理说这个人质应该会给你很多人质啊，应该是会给很多人质，然后他这个情况下，应该是要把人质吃完了之后才能多刷一些分数吧，我感觉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说，你看他第一关就171万，然后用了12分钟，所以说这个就很难受啊。哎，这个老头长得像那个黄盖，啊，真的长得像那个《三国战记2》里面那个黄盖。戴上这个面具之后啊，就被附体了。这个里面是略微有点玄幻啊，有点那种外星科技加摩登将军的这个阴谋诡计，外加这个古老的那种就是什么神呐、什么祭坛之类的，想的就是包括黑科技啊，黑科技配合这个什么呢？配合黑科技配合这个远古的什么神呐、什么之类的啊，各种不控制啊。好，这关的音乐是整个合金弹头评分最高的音乐，尽管我心目当中的评分啊，不是它不是最高，我心目当中评分呢是合金弹头这个6的那个康定情歌啊，合金弹头3的那个沙漠关啊，这都是我非常喜欢的。这关我也喜欢，但是我绝对排不到第1位啊，但是只不过是这个在这个应该是在这个合金弹头的这个投票啊，就音乐哪个最经典，然后就是这一关。好，这是给了一个超能，哎，你看，哎，凭什么有的那个鱼啊500分，然后这个老头裤衩子一抖出一条鲤鱼，还活蹦乱跳的，而且那个嘴张得非常大，我也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说的啥意思。总体来讲，这条鱼为什么值5万块钱，我就不知道了。这鱼怎么养的？你看啊，有的人喂鱼是拿什么饲料，或者肉食鱼拿小鱼喂，然后其他的草鱼啊、什么鲤鱼啊，这种素食鱼啊，可能就是拿一些饲料啊什么的啊，什么面团什么的喂啊，什么淀粉什么玉米粒儿什么的啊，或者喂草。而这个鱼吃的是啥？就是高蛋白。我不知道，就是可能这个传说中这个老头啊，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待了，可能大概得有15、16年了，就一直在养这条鱼。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总体来讲呢，这条鱼为什么5万分，你们自己想，我不说，你们知道的啊。好，我们看看，有这个超能坦克，你会发现啊，这个坦克非常皮啊，它的速度快之后啊，你会发现它也有眼神儿。你看，坦克有眼神儿这个设定，哎，好了，你看
这个移动速度非常快，然后一手自爆。其实你不自爆的话，进去之后也不会给你坦克，所以说还不如撇了呢啊。好，你看这个地方呢，说句实话，你说它严谨吗？它一直在秒，但事实上你可以选择用小手枪来打呀。你用炮弹打的话，说句实在话，对吧？分数也没那么高，你不如用小米加步枪。这样说，所以说还是这句话啊，如果说真严谨的摊分，真的是无所不摊。任何就哪怕它是100分，我也要摊。我告诉你，就是要摊。你别问我为什么，因为摊分啊要严谨起来啊，就非常猥琐了啊。对啊，黄色的坦克呢体能非常好，所以不是说黄色的坦克能跳，我想问坦克它怎么能跳？现在啊，就是这个世界上，你要说有一些什么特殊的那种车，它专门让它跳，我能理解。好，哎，你看这个地方呢被打了一下。说句实在话啊，如果要是没有这个防弹衣的这个效果啊，咱们就已经嗝屁了。但是呢，由于咱们有这个特效啊，损失了一个防弹衣。由于被刚才那个一杵子怼到了之后呢，咱们只废了一个防弹衣啊。但如果说被那种手雷啊什么的炸到了，或者是一种高能攻击的话，它会一下废两点那个防弹衣的。所以说现在呢，如果真的是来一个2点的伤害的话，咱们直接嗝屁了啊！3万分的宝石，你看一个红宝石3万分，但是一个鱼5万分，为什么 ？Why？ 有的老头呢，这个裤裆里面，哎，他不是鱼我还能理解，有的老头裤裆里面是蛤蟆，而且蛤蟆也是，哎，有500分的蛤蟆，有5000分的蛤蟆，有5万分的蛤蟆，你这个，哎。好像是3万分的蛤蟆，这蛤蟆就是大青蛙，你怎么说呢啊？好了，看看是重置的，好像过关了之后应该重置的啊。好，Super Rain， 这个声音非常好听啊！好，感谢刚才我们的4F8745赠送的一首今天的办卡啊。非常猥琐，我狼这个说话非常伤人，你确实没有人找地方评理一下啊，对吧？你这就是同样一个东西吧，你这谁身上的，对吧？你比如说你像什么梵高啊，活着的时候他的画怎么不值钱呢？对吧？他死了之后他的画就特别值钱的，为什么呢？像唐伯虎活着的时候吧，穷困潦倒，还得给人画那个春宫图。说白了，就跟现在很多人写那个黄色小说、画那个黄色漫画、什么拍黄色小电影那种感觉，但他肯定拍不了小电影，因为也没有那个设备啊，是吧？啊，但是有没有现场直播我不太清楚，反正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画那个春宫图、春宫手绢啊，就是，哎，来用来这个谋取生计，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这个都是黑历史啊，你没办法。哎，等人死了之后，发现这个人的经历啊非常传奇，然后再加上很多那种像那种，比如说像现在那种日本那种某一个特殊职业叫 AV 女优吧，大家可能理解吧，就是那种星探，哎，他发现这个人好厉害啊，他就是伯乐那种啊，就是这样的，你说是吧？你就是这个情况啊，还得是同样的一个东西，看谁用过的。你比如说那个赵本山戴过的那个帽子。每次上春晚戴那个帽子，你现在肯定值钱呢，肯定值钱。这个帽子本身它不值钱，那跟谁戴过的？我还记得看那个电影叫《独自等待》，就那个夏雨，夏雨拍的当主角的啊，李冰冰啊什么的主演，那里面不就是那夏雨卖那个古董，有一个周润发发哥演戏穿过的内裤，能不能卖出去不知道啊，但是呢，反正挺神。对不对？你比如说小狼有一天小狼成为比较传奇的人物了啊，可能说100年之后曾经说这个上世纪21世纪应该说是最对吧？甭管是长相人品能力技术都是最牛的就是小狼就这个解说这个主持人或者说是主播等等怎么也好就是无敌了他穿过的一条内裤。或者说用过的麦克风对吧？或者说是用完了一张卫生纸什么的好，我们看看接下来呢是打这关的 BOSS 目前为止是200万了。这么一看的话，500万的话还是打分打的不是很多可能有第一关的话呢，它的选择比较多一些，剩下的都是正常打。
其实这个摊分啊，它不仅仅是需要技术和这个耐心，最主要的需要什么呢？需要的是方案啊，需要的是套路啊。技术呢是你必须得有，而方案和套路的话呢，这个你就得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去研究，知道吧？啊，就是这个情况啊。这是直播，我是做出来的一命通关。这个碧蓝我不会啊，你看，就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但凡啊有很多大神啊，很多玩游戏的人嘛，他就愿意什么的低调，哎，越低调越好。有的人就喜欢高调，啊，不是那么说了吗？啊，这个赚钱要高调啊，出来混要低调是吧？啊，好，你看这个地方是有难度啊，单挑 BOSS 的时候上方有一个直升机，很多人说这是直升机，好像攻击比较固定。这个确实没有毛病，但是你要，对吧？你想想，如果说它发射那个散弹枪的时候，你还没有飞机怎么办？也是有点难啊。这个魔改版不像大家会想象中那么简单嘛，因为可能你看起来给你的补给也非常多，这是被这个很多主流玩家诟病的，说你看是就像很多那个《三国战记》无双版，什么《恐龙快打无双版》，说哎，你看啊，是那个怪物给的难了啊，给的这个多了。但是呢，给你的补给品也多了呀。无双版也是啊，就像那给你的那些大宝啊，什么七星灯啊、杜康酒啊，给的非常多，还能重叠。好，你看这个5万分。好，看看这里面也有2个路线啊，你可以选择从那个上方的那个管道啊走进去，然后呢是另外一个路线。但是你看他走哪个路线了就不知道。你看刚才掉下来的小兵明明可以用刀去捅死，而且刚才拿那个小兵也是啊，还有刚才的那个拿举盾牌的那个，你也可以先远距离撇雷，然后呢把这个雷用完，然后呢再近距离用刀把那个小兵的盾牌捅到不可防御，然后再一刀捅死，都是这么玩啊。就摊分的话应该是这样的啊。一手办卡混个牌子，哎，要说起这个事儿，优雅啊，我说出来这个事儿吧，你可别不信，但是这事是真的。传说中的那个黄茶，还没喝呢啊，被贪污了，就是不给我啊。我连续来了4天，我没记错的话，我这是第3天啊。你是穿越了还是在另一个宇宙里啊？我这来的第3天，怎么变第4天了呢？哎，这2个摩托车真傻，真事儿啊！他搁那做那个中保研的那个测试呢吧？好像是做那个测试呢，对吧？做中保研测试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开车直接往那点撞啊，正面碰撞，我操！啊，他正面碰撞咔咔的就自爆了，一看就是老神风敢死队了啊！好，这个地图居然给咱们这个大刷子，如果你问我什么载具的雷最厉害啊，我不得不承认，好像是这个载具的雷最厉害，对吧？当然不排除咱们变成丧尸状态的那个啊，不排除那个啊，不是1、2年了吧？我感觉应该是3、4年了，最少3年了。好，看看这2个，你说这个装置是，哎，谁能告诉我这个装置是干啥用的？我总感觉好像就是建造什么地铁用的，好像是啊。然后，但是你为什么这种装置要给你机枪呢？这个设定是非常非常逗啊，各种不控制。好，看看接下来，这上面这个 BOMB 也是雷的意思。然后你看这魔改版的话，这个子弹啊有各种给你，然后它有的时候它会闪，闪光的那个呢就是我们俗称为大型的子弹，比如说 F 的话不闪光就是普通的 F 啊，这个闪光了之后就是大型 F。很多人觉得小狼你是不是说错了？没错，我是瞎编的啊。其实大型燃烧弹跟小型燃烧弹不一样啊，它大的就是大的，而闪光的好像是存储量稍微多一点。又或者我记得没错，就是大型和小型不一样啊，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好，看看
你说后面这个背着这个东西，就像那个加特林的那个子弹存储箱似的，是吧？啊，这些小兵能不能拿刀捅死啊？所以说咱们还是当这个一命通关来看比较好。一命通关其实没什么好，没什么那么简单的啊。一命通关的话呢，重要的难点就在于什么呢？就是不能失误啊。所以说有的人打得非常龟，你像速通的话，一命。哎呀，我这是什么东西？给了一个钱包吧，有点像金钱包似的，然后才100块钱啊，抠死了！里面装的是什么？越南盾呐！那钱包装越南盾也不至于那么不值钱呢，对不对？好，这个坦克是我认为这个作为载具来讲啊，最实用的一个。很多人说超能坦克跟它比好不好？就我觉得这个坦克比较好，因为你看它可以2级跳。啊，作为一个射击游戏，居然还有动作游戏的这种感觉啊！有2级跳，然后还能变身成为站立的这个姿态，还能这个蹲下啊，作为坦克往前滑行，移动速度非常快。好了，给了两手这个载具，而且它的子弹可以通过上下扫动，然后斜角进行攻击。由于有这个2级跳还能喷射，所以说它可以不走寻常路，它可以直接在2个，你看就像这个2个铁板中间直接跳过去。但是咱们这个玩家呢，这个碧蓝可能是有点贪，他觉得一个载具不太够用啊，准备这个用2个载具吗？啊，好的，果然是这个想法啊。反滑行。好，在这个地方他选择把那个子弹用完。扔进来何苦来呢，姐姐？但是有18个加农炮。他选择正常走，但是事实上你可以选择在刚才那个位置上2级跳，然后直接冲过来。但他走了一个非常保险的路子啊。好久没听着我模仿左慈的声音了，我连续2天直播，每天都有左慈，然后你告诉我没听到，这就是你来的非常的晚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跳起来，然后进屋，进屋吧，老姑父，你这是逼我呀啊！好，看看走正常路线的话呢，其实，不，这个不叫这个不叫正常路线，但是他走的这个，行动轨迹呢，其实也没什么，打的稍微全面一点，直接跳上去之后也没什么意思啊。我感觉要是我的话呢，我就喜欢跳上去，是因为就觉得好像知道自己有就这么一个功能啊，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功能。好。这个坦克呢，它最优秀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我感觉它最优秀的是，它受到攻击伤害了之后呢，自己也不会变形，啊，也不像那个你比如像那个机械装甲的话呢，会掉那个胳膊，比如说你的那个机枪的话呢，它会掉，包括合金弹头3里面那个上太空的那个火箭也是，受到攻击之后呢，咱们会掉那个翅膀，所以说被攻击了之后效果还差不多啊。比如说现在已经红血了，但是它还没有任何问题。好，小狼现在瘦的有点一点还没有太瘦太多。我准备等到明年开春，也就是4月份左右的时候，然后你看他特意的啊，这个人。不过呢，因为有这个防弹衣啊，所以说他还反正无所谓啊。这种其实给这个高手来说就是保底。菜鸟呢，你很多人说小狼，那我这么说有保底，我也感觉我也能一命通关。但是当你玩了之后，你会发现没有那么简单的啊。好，这关呢被称之为这个机械蜘蛛侠，但是由于咱们的这个 S 子弹啊，加上这个射速非常快啊，无断续，感觉相当于无断续了。然后通过这个手雷直接把这个 BOSS 给秒掉了。其实这个你有本事拿小米加步枪来打呀，对吧？那种感觉加分比较多，是不是？当然很多人说了啊，那个时间是不是也能加分啊？太狠了啊！经典的不是《怒之铁拳》里面吃东西那个声音，那个声音应该是这样的啊。我这2天呢刚回来直播，然后有点亢奋，所以说嗓子不太好。学左慈也不怎么好，然后学别的也是。
感觉还是人老不以筋骨为能。想当年我20冒头的时候，我记得那是传说中的2009年，我刚刚的这个那时候我用 YY 解说啊，我记得08年还因为07年我就解说了，但是08年的时候就是上大学，然后我09年的时候呢，我就做这个，那个时候直播还不像现在，那时候都是打开平台，然后呢我在 YY 里面直播啊，大家伙儿可能有印象。那个时候我这么说吧，我从下午3点钟开始播，一直播到早上3点钟，我持之以恒的1个月、半个月，也不赚钱。哎，我这是一个钥匙，一个银钥匙，看不看见？我好像没见过这样的道具啊，我不知道大家伙见没见过。那个时候就是第2天就满血复活啊，满血复活。而且我跟大家伙说一下，无论我干活多累啊，一顿饭就搞定。今天晚上，比如说包括那个时候喝啤酒，我记得那时候喝啤酒的话，一整一晚上喝15、16瓶，第2天早上起来跟没事人似的。无论喝多少啊，无论就是当时可能是喝多了，或者说是难受了啊，但是呢，第2天早上起来都没有不舒服。现在真的这个人体啊，太脆弱了，是吧？吃 H 的话，它的发音应该是 Harry Machine Gun。那个时候你还是处男吗？我是童子身练功是吗？看那个，我记得当年看那个什么也挺有意思的，看那个《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好的，你看这个地方又是废了个防弹衣啊。《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里面有个经典的台词，就是那个洪金宝饰演的张三丰，他跟这个李连杰饰演的张无忌说啊，这个必须要保持童子身练功啊。必须要保持童子身练功啊，这样非常厉害。然后跟那个火攻头陀，既然叫头陀了，应该说属于那种就是像那个少林寺里面火攻头陀专门是做饭的。然后呢，在少林寺的头陀居然还不是童子之身啊，这个一看你就不是童子身练功啊，否则我肯定打不赢。真的是很这个当年我就说，这童子身肯定是猛啊。是不是啊？肯定的啊。好，我们看看刚才那个鱿鱼很好吃。我现在我这个人对海鲜呢是没有抵抗力的啊。最近我经常喜欢看那种什么一口秒一个什么大海螺啊、大鲍鱼啊、什么大扇贝啊、什么那种辣炒八爪鱼什么的，我感觉真的很好吃，我肯定好吃的啊。这里面这个技巧呢，是利用咱们水里的载具，然后呢频繁切换，这样呢利用它这个无敌的时间，然后呢去把这些小水母呢给撞死。但是事实上呢，我个人感觉这个就是很多菜鸟说，那我也会。当你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不会了，真的，你相信我。好，3口1头猪，不是的，我对，其实包括像吃什么生蚝啊。我真的我吃海鲜的话，我感觉我要是在海边的话，我肯定会得痛风，对吧？因为你看，第一我不抽烟，然后我不好赌博，我也是吧，没什么别的特殊爱好啊。我基本上来讲就是好喝点小酒，然后吃点自己觉得好吃的东西。但是现在你看我短短的时间内就能减肥50斤，就说明其实我对自己的把控能力还是蛮强的啊。这个自制力还真很强。想当年我的自制力如果像现在这么强的话真的，我实话实说，清华北大咱考不上啊，但是不像那个时候要好好学习，最起码能考一个重点大学吧985考不上也得是211，是不是？小的时候我那么聪明，一点就会，真的。想当年老师问我1+1等于几的时候，我立马啪一下就站起来了，很快然后上去就是一个左正蹬，一个右边腿，一个左侧旋，训练有素这2个老师看到我之后呢，跟我说不讲武德说我骗偷袭。他69岁的老师，这好吗？这不好小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种感觉就是我经常考数学考试的时候就是得分不是满分，其实都对。经常会出现什么呢？就是有那种应用题就是我记得是那时候上小学5、6年级的时候，应用题，然后应用题一般都是最后一道题就是这一道题就可能是15分、20分，不是什么的，
我也忘了啊，最少10分。然后这个应用题呢这么说的，就是啊怎么样啊，就是最后反正是一个什么这个火车往前开，那个火车10分钟之后往前开，他们什么时候碰面，然后怎么地啊，然后那个火车到终点了之后呢又往回开，然后他俩什么时候继续能碰面啊什么，然后或者说一个对吧，一个游泳池什么这个放水那个进水，然后什么时候能放满什么，就那种题。一般来讲啊，都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先是一个解，然后一个冒号，然后怎么样啊，然后列一个什么，然后公式，然后代入，然后最后等于多少。我就是上来一个解冒号，然后等于多少没了。而且贼愿意口算，不愿意就是不愿意那种，就是像那种还要把过程写下来，能够弄个什么演算纸什么的没有，就直接就是大脑这么一算啊，我就轻轻这么一捏，我就知道等于多少啊。但是你们不要说我是抄的就好啊。这个好，我们看看这个是沙漠之狐，传说中的这个 BOSS 啊，由于这个它太大了，所以说而且还没有藏匿的这个方式，基本上上来就是被秒啊。像这种魔改版啊，包括像合金弹头4最后的弹头啊等等这种改版，由于咱们可以切换这个攻击枪，所以说它是无断续的。你可以通过频繁的切换，然后一直通这么打。所以说这个 BOSS 秒杀呢，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啊，非常快。好，来看看最后一关，时间已经过了36分钟啊，它最后一关已经达到了啊。这个游戏的最后一关呢，你看着这个背景没有？看不看见？这个游戏做的背景还是不错的啊，在一个大城市非常喧嚣，在城市的北端有这么一个看似像城堡的地方，那就是本作的最后一个地图啊，你会在这个地图的底下呢，战胜这个 Modern 将军和这个被闪电击中的邪教组织啊，其实它不是邪教组织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啊。然后这个面具的这个大祭司呢是弄了2个机械大象跟你对战，然后呢战胜了之后呢，在这个平台顶上，就在楼最高的地方跟这个死神对打。你没有听错啊，就是一个看起来像动物拿着大镰刀的死神，有点像耗子尾汁。有点像耗子尾汁了啊！狼也是这么减肥的，就是减肥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也是最难的事情，因为它太简单了。就好比你问我小狼什么游戏最难，你会说很多人说啊，小狼我看啊，比如说玩游戏，我就知道星际争霸最难啊，什么的啊。其实我个人感觉啊，越简单的东西越难。你比如你问我什么游戏最难，其实相反，我个人觉得就是剪刀石头布，其实你看就很简单吧。但是我个人觉得剪刀石头布其实最难的啊。好，哇，1万分，哇，一堆5万分的猫，哇，3万分的红宝石，这一下就400多万啊，相当过瘾。第5代没做完，可爱多说的没错啊，第5代是一个不完整版。其实相反啊，第1代的时候呢，就已经有第2代的这个，还有X代的，就是大家伙看到那些载具了，但是它没有完成。很多啊做游戏的人呢，其实很苦逼的啊。大家伙都知道，你像做游戏的人，如果说是游戏的制作者啊、主创者，其实呢他还好一些。像那种做这种 UI 的，或者说像做这个游戏设定的，他有很多废案，做了吧也挺用心思，然后呢没用上呢就很难受啊。到时候等到下一版的时候再用，可是下一版的时候也许他辞职了。也许他的团队换了，啊，他用不上了怎么办？这就是很多当年有很多这个 FC 游戏或者很多街机游戏呢，它由于频繁换这个换这个代理商啊，甚至呢就是可能他做的风格都不一样啊。再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对吧？有一些废案呢，他没办法，比如说他做的这个游戏还没做好就已经被下架了，那么他没有办法，他就因为他不能白做呀，所以说有很多游戏呢，他就改了个名，换了一个皮。啊，然后呢，就做成这个游戏。其实呢，如果说你把原版的游戏对比一下，你会发现2个游戏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看起来不一样，但事实上2个游戏是一样的啊。就跟现在很多电影一样啊，就是有的电影呢，他比如说他这个拍着发现那个版权没搞定，最后没有办法把剧中的所有的人物啊什么的名字全改了啊，这一样啊，一个意思啊。石头剪子布最难，这样其实好难啊！像这种游戏什么的，它越复杂吧，其实
它不是说越复杂就越简单，当然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不是说越复杂越简单，我觉得就是游戏这种东西没法说啊。现在你看还有那种机器人专门跟你玩那个剪刀石头布的啊，机器人，剪刀石头布的这个机器人呢，其实怎么说呢啊，剪刀石头布的机器人呢，大概是就是说你正常你跟他玩你是赢不了的，他可以通过你的动作来预判啊。但是呢，事实上呢，这个吧就有点假了。如果像那个是《非诚勿扰》啊还是什么的，就有发明那个什么终端分歧器是吧？对，你两个人已经把动作弄完了，然后同时再开奖，比如说两个人把这个你要出石头还是剪刀还是布，然后写到一个纸上，然后封存起来，写好了之后呢，然后两个人再打开，一个裁判给打开。那这个就对吧？你没法说了，是不是啊？这就没法说了。你像现在，想当年很多人玩拳皇97，说拳皇97 8级难度的太简单了啊，然后出了这个民间改版16级难度也没多难，对吧？也是很简单。但是呢，但是你看现在这个外挂啊，专门就是研究那个什么97也好，很多人说啊，就97有外挂，但当年97火呀。现在你说，如果是真让人做这个外挂，做这个 UI 的话啊，不做那个 AI 的话，那么一样啊，就包括那个王者荣耀，我记得王者荣耀前一阵不有一个叫什么王者荣耀那个 AI 挑战啊，你们可以挑战，然后那个它的这个难度是20，是不是第20关是吗？啊，很多职业玩家组队啊，5个这个国服玩家组队都打不过去。当然呢啊，因为他们的套路还是不对啊，怎么去偷家，可能利用一些机制，但是你对线是对不过他啊，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还说他肯定是加了属性，所以说才打不过。后来呢，发现不是加属性的，就是这个 AI 啊太过于强大了，它不仅能预判，而且还能怎么样的啊。其实不光是不是王者荣耀 AI 牛逼，就是想当年的这个星际争霸也是有人做这个 AI 啊，你让那些职业选手跟他打，你也打不了的啊，你这没办法。你像那个，你比如说他的那个操作，基本上已经无敌了，就是说你往前走的时候，他退着打你，然后你退过来走位的时候，他就是那种一帧一帧的往前走啊，你根本就跟人比不了啊。好，看看，跳起来一顿喷。这边再来啊！好，刚才很多人说比赛已经开始了，他们不讲武德，因为现在还没有到8点，所以说他们就开始了，这是不讲武德。不过不要紧，这个游戏已经是到了最后一关。这一关呢，理论上来讲是没有小兵了啊，只有一个死神，真的是死神。Shiginami。好，把雷全扔了啊，雷没有用的意思吧？其实这个子弹非常厉害的啊，咱们看这里面呢，咱们只需要频繁的切枪，然后对这个，你看，你说这个死神嘛，拿着镰刀不假，而且还是寒冰系的，然后用燃烧弹加这个 S 枪啊，直接就给秒杀了。这个死神呢，看起来很强，但事实上连招都没发出来就死了，老面了啊！大翅膀都飞走了，还没死。为下一步埋下了伏笔，但是下一步呢是合金弹头6，它不在街机平台上，并且呢，它的剧情呢是金星人啊，火星人、金星人和地球人，然后7呢又是穿越题材，到现在为止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剧情啊很嘚儿啊。好的，片尾的最后呢，是感谢咱们的碧蓝我不会打伙打的这么一个视频，咱们就当一命通关来看，速度还是蛮快的。由于在第一关啊摊分摊的比较多，所以说呢是43分钟左右啊是通关。在最后呢，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会喜欢小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我们下期再见。